話說我上星期嘅影片都講到，香港樓市喺設立之後，樓市喺數據上雖然仲係跌緊，但係減息之後，投資者開始揾啲供平過租嘅單位入市，令香港嘅樓市形成底部。點知今個星期就俾我見到呢一單嘅新聞，就係投資老手短炒金絲花園3個月賺50萬，就正正支持翻我上星期嘅論點。不過網民就似乎對呢單新聞唔係咁受落啦，覺得呢啲真係假新聞嚟嘅啫。睇翻上星期條影片單新聞，又係金絲花園，但係賣328萬蝕錢，網民反而就十分受落。而呢個單位細40零尺，賣320萬，價錢其實都算合理。網民又話係假新聞，個原因到底又出咗喺邊度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其實物業投資者係識得去計數同埋有技術，計啱條數就會去買樓，因為佢哋有方法令自己企喺必贏嘅一方，所以只要物業投資者一計到條數就會出手入市。佢哋係唔會好似啱啱我截圖嗰啲網民咁樣，純粹見低就買，見升就踩。喺呢條片，我會用呢一位投資者嘅交易作為例子，毫無保留咁話俾你聽，作為一個物業投資者要點計數，令佢哋做到必贏嘅局面，反映佢哋入市足以令香港樓市已經見底。如果你都對樓市有興趣，或者本身都係業主，想知道要點樣看待未來嘅樓價嘅話，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。你預期呢條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，並會扭轉你嘅思想。同時，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，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，我哋呢個頻道主要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，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，並揾到適合你嘅投資方法，令你走最近嘅路，更快達到財務自由。首先喺度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，喺睇完呢條片之後，都能夠了解投資者係點樣幫香港嘅樓市建立底部，令你唔再被網民影響，甚至成為投資者賺到呢啲攻守兼備嘅財富。而家即刻進入今日嘅內容。首先，你要知道物業投資者係有良好嘅財商，佢哋係靠物業賺錢，只係計數嘅問題，而且呢啲數都只係加減數，係唔需要你用高深嘅數學先賺到呢啲錢。但係當中需要嘅技術同能力，先係一般人賺唔到呢啲錢嘅根本原因。喺度我會完整咁計俾你睇。呢一位業主由買入一刻，佢已經計到賺錢嘅概率好大，佢並唔係喺度賭錢。正如《孫子兵法》入面所講嘅，先勝而後求戰。我相信佢完全係計啱咗條數先入去買呢個單位返嚟，因為買完層樓返嚟，唔係升就係跌，再唔係就冇升跌。只要佢做到呢3個情況下都賺到錢，佢就係必勝。首先根據翻呢一單嘅新聞，其實你根據佢入面嘅內容上去地產網站去揾嘅話，就唔難推測到係呢一個單位。你睇翻佢買入嘅時候嘅同期成交，你見到佢買入嘅成交價係偏低，證明佢都算買得抵。不過我唔係業主本人，唔知道個單位質素，但價錢低可能反映個單位裝修都夠少少，先可以用一個比較平嘅價錢買到返嚟。咁而家你知道佢用270萬買入咗呢個單位返嚟，喺度我就將佢嘅資產負債表同埋支出慢慢計晒出嚟俾你睇。我假設佢係要借盡7成按揭，未來可以合法出租。首先佢買入嘅時候要俾3成首期，即係81萬。由於成交價低於300萬，印花稅只要100蚊，可以當雜費而省略。經紀佣金係27000蚊，律師費加雜費係1萬蚊左右。佢俾咗唔夠85萬，就已經可以收咗呢個單位返嚟。但你要注意，一般買樓嘅成交期係3個月，而且簽臨約之後係需要時間去田土廳註冊，所以你睇到嘅成交日期，呢位業主其實仲未收樓，要等待多大概個幾兩個月先可以成功收樓。假設佢喺呢個成交日期之後，大概1個半月之後先收到層樓返嚟，大概都只係12月中嘅事。而呢單新聞嘅日期係1月14日，即係佢由收樓到簽臨約成交，都只係用咗1個月左右嘅事。所以你都可以推測到呢一個單位係唔需要全包翻新，因為呢啲搞得嚟都要成2-3個月嘅時間。呢一位業主最多都只係要翻下油、清潔下間屋，同埋換下潔具、燈具。即使我俾多啲預算佢，都係10萬以內搞得掂嘅事。之後呢位業主成功以320萬賣咗出去，咁佢又有咩支出呢？
首先佢都要係供幾期樓嘅，因為佢喺12月收樓，你可以推算翻當時個利率係 P 等於5.375厘，再用當時嘅樓按 P 減1.75厘，即係佢嘅供樓實際利率係3.625厘，你就會得到咗呢個還款時間表。而12月減息嗰少少錢喺度，為咗唔再複雜化，我就唔去計呢啲數。當佢賣出層樓嘅時候，假設到完全成交嘅時候要供4個月，每個月供款只係8620蚊，咁你就計到佢呢4個月係要俾34480蚊，管理費同差餉我預計加埋係1500蚊一個月，即係佢呢4個月要俾6000蚊。之後就係成交之後佢要俾多次經紀佣金32000蚊，同埋律師雜費10000蚊。當然佢借咗個70%按揭咁快還錢係需要支付罰息，而一般嘅按揭罰息都係按揭總貸款額嘅1%，即係18900蚊。但係呢幾樣嘢係賣樓之後再計數，已經係拎賺嘅錢去找數，並唔需要佢真金白銀咁拎出嚟，所以佢賣樓係會有320萬。找翻按揭嘅呢條數，佢會得到咗呢一條數，再減埋啱啱所有我計嘅開支，最後呢位業主就賺到273312蚊。有啲網民認為呢筆數睇落好似唔係好大，因為佢用咗近90萬嘅支出先賺到呢27萬翻嚟。但係除翻開4個月，每個月成68000蚊，當佢係一年只係咁樣賺一次，佢一個月都賺到近23000蚊，仲高過香港入息中位數。但係你確定呢一位投資者只係有實力喺同一個時期買同一個單位？可能你又覺得佢只係好彩咁啱買着佢升係賺到錢啫，因為啱啱我所講嘅即係業主嘅進攻一方。喺依家我就同你講呢位業主係點樣令自己站喺不敗之地，即係佢嘅防守。首先佢買入同執收嘅成本都會一樣，我唔再喺度重複。當佢收到樓成功出租要1個月時間，即係佢白供1個月同雜費開支，成功之後佢都要俾半個月嘅租做 agent 嘅佣金。不過租客租樓嘅時候都要俾2按1上，呢筆 cash 都夠業主去找翻呢啲數。喺度我就唔慢慢同佢計啦。咁喺出租之後，因為佢係公平個租，咁就好自然地個租客俾嘅租金就係俾佢拎咗去供樓。我再俾多次佢嘅還款時間表俾你睇，佢每個月只係供8620蚊。而睇翻最近嘅租金成交，我假設佢係可以每個月租到成12000蚊，雜費依然係1500蚊一個月，咁佢每個月仲有1880蚊落袋。每個月不但租客供完之後仲有錢落袋，可能你覺得1880蚊一個月啫，一年咪22560蚊，仲要俾物業稅。喺度我計埋俾你睇，物業稅係要16380蚊。不過我要喺度補充翻，人人嘅情況都唔同，其實你係可以用個人入息課稅去減少呢啲稅項嘅支出，物業稅已經係呢個情況下嘅最貴支出。我就當佢真係要俾呢個比較貴嘅稅項，你都睇到呢個業主喺呢一年仲賺緊6180蚊，可能你又會覺得咁不如擺銀行收息，買下債券都唔止呢筆數啦，仲要搞咁多嘢。但係而家我上網揾翻啲定期利率，最高都已經得翻3.8厘，仲要喺定期完結之後嘅利率喺減息週期下應該係會繼續下降。而美國國債就係4.2厘到4.9厘左右，但係喺度就有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事實上你係唔應該拎每個月賺1800蚊咁睇。你再睇多次佢個還款時間表，每個月有近3000蚊左右係打返落個本金度去減債，呢一部分實際上都係佢賺緊嘅錢，只係收咗喺層樓入面。呢筆數會喺賣樓或者加按嘅時候係可以拎返，即係3000蚊乘12個月，再加6180蚊，即係呢位業主係賺到42180蚊一年。除返佢買樓嘅所有支出，回報率高達4.4厘，已經高過你定期，同時都高過5年嘅美國債券利率。因為你要知道買樓係有槓桿嘅，如果你真係認為租樓好過買樓，就好好睇下我以上講咗啲乜嘢。亦有好多人諗，點解要做咁多嘢去買樓，而唔去買啲收息工具？條數都係差唔多啫，就係因為租金係會追到通脹，喺未來減息係一個大方向。咁業主喺未來會唔會再公平啲？
通脹又會唔會加租？以上嘅數字其實我都通通都未計，定期未來利率都唔會咁高。以上呢兩個收息工具，其實你只係近2-3年先聽唔少。其實利率喺長期嚟講係唔會追得上通脹，只不過係呢幾年嘅利率係唔尋常地高。不過喺度我就唔詳細討論啦。入翻正題，供大過租只係代表業主佢唔需要再投入資金，令業主可以安心地防守間屋，即使係跌時都可以幫佢自行去滾大翻個資產。租呢個動作只係令個業主可以無痛咁防守，慢慢等樓價升翻，仲要月有租收。只要呢個世界嘅錢繼續咁濫發，未來一定會通脹同埋維持翻個低息環境。未來呢位業主想加租又得，想賣咗佢套現一樣得。買收息產品即使係有息收，其實喺未來佢嘅本金同埋利息加埋都未必足以抵消翻今日嘅購買力。同時我俾你睇翻我上星期嘅影片計算都知道，少少嘅利率足以大幅影響樓價。呢位業主喺升翻嘅時候都係可以賺到呢筆錢，所以呢位業主基本上係贏硬。但係佢要冒嘅風險只係利率倒頭上升或者租金下跌，但係而家已經開始減息週期，同埋好多私樓都開始慢慢加租，所以呢兩個風險其實唔大。咁我講咗咁耐，物業投資者嘅諗法就係想你知道呢一位投資者喺270萬買金絲花園方面係可以進可攻退可守，升就輕鬆賺，跌就慢慢賺。假設樓價又跌翻落270萬，佢又計到條一模一樣嘅數，佢會唔會入翻市呢？當然會啦。你係想賣樓嘅業主，賣270萬都有投資客搶住要，我相信你唔會同個投資者講，不如我250萬賣俾你啊。所以大約喺呢啲價錢，投資者就會入貨而守衞翻個樓價。我再假設呢位投資者買入咗之後真係再跌，投資者唔使供之餘，月仲賺4.4厘回報，會唔會去買樓止蝕？俾你都唔會啦。再跌對投資者嚟講，只係代表投資值博率越高，而唔係網民最愛講嘅接火棒。所以呢個價錢就會令樓價形成一個底部，利率下降就會吸引更加多人用更加高嘅價錢去買樓，從而令樓價回升。其實啲網民都只係唔識計呢啲數，就喺度盲目睇跌。買樓同買股票並唔同，即使收租都可以做到7成按揭，其實有成3.3倍嘅槓桿，月收嘅租仲要係正袋，唔會好似股票咁收完息仲要喺個股價度做除淨。投資者只要買到供平過租嘅單位，自然就可以做到供守兼備。咁做咩又唔買呢？反觀如果你係業主嘅，睇到呢度都知道呢位買家計啱條數買樓幾乎係必贏，咁你仲會唔會考慮用咁嘅價錢去賣樓？如果你仲賣嘅話，就代表你將原本屬於你嘅財富送到呢位物業投資者手上，因為佢賺到嘅錢只係你失去嘅錢，佢幾乎必贏，就係你幾乎必輸。所以只要你嘅物業市價做到供平過租成折，其實係完全唔值得你去買樓，更加唔希望你喺咁嘅價錢下仲做出賣樓等跌嘅行為。因為不但你要付出買賣成本，同時要冒樓市上升嘅風險，千祈唔好亂咁睇太多負面新聞，一面唱淡。其實呢啲完全有數俾你計，你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片去了解翻更多。另一方面都反映翻喺未來租務回報較低嘅地區，仍然缺乏投資者入市，所以嗰啲地區嘅樓價仍然需要捱多段時間。加上呢單新聞顯示，部分投資者只要樓價上升嘅時候就會買樓套現，佢哋嘅賣出行為都會成為樓市嘅賣壓，令上升嘅速度唔會好似之前咁快。呢一點都係要大家注意翻嘅。不過都有啲識計數嘅投資者係打算買入之後長期收租，所以喺呢一刻嚟講，識計數嘅投資者都會買，但係樓價升嘅時候就未必個個會買，所以你都唔需要去睇得太淡。最後我再想提你一樣嘢，就係只要你需要有同一筆嘅錢，都可以同佢做同一樣嘅嘢，就可以輕鬆咁賺到呢啲供守兼備嘅錢，而唔係一般人所講嘅做樓奴。因為一個物業投資者會將樓奴嘅責任交咗俾個租客。不過物業投資者係要識得講價、裝修、A 準人脈、賣樓，
計數等等嘅技術。而我單單喺呢條片就講晒投資者計數嘅方法俾你睇，係唔係好值得你喺下面俾翻個 like 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？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到你嘅話，記住訂閱埋呢個頻道。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能夠成為真正嘅投資者，輕鬆賺呢啲攻守兼備嘅錢。我哋下次再見面啦，拜拜。